吃后妈做的饭，她会毒死我的！你这个坏女人，你走，你快走！沈佳，你干什么呢？你今天给我把衣服洗了，不然你晚上不要吃饭。谁叫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你能吃的吗？你走，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怎么回事？孩子为什么哭成这样？爸爸，是不是那个坏女人叫你这么说的？爸，你快把她轰出去！佳佳，别怪妈妈，妈妈真的没办法。年仅7岁的我，并不能理解母亲离开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哎，沈家他妈也太狠心了吧！这么小的孩子就舍得抛下。你说谁家老人不生病了？钱没了再赚呗，好好的家说不要就不要了，算什么本事啊？纵使只是个邻居，也为我们父女的遭遇愤愤不平。半年前，因为奶奶忽然病重，父亲开始四处求医问药，从积蓄耗空到债台高筑，依旧没能留下奶奶，顺便也击垮了我脆弱的母亲。奶奶的事儿才办完，他就撇下了父亲和我，拿着家里仅有的一些钱，母亲彻底消失无踪。小沈啊，这爷俩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刘嫂，放心吧，我一个人也能带好孩。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从最初的难过到适应，我经历了漫长的3年。转眼间，我已经是个4年级的小学生了。过早的单亲生活让我变得懂事上进，成绩也很优秀，甚至还破格跳了1级。但是相对的，我也变得极为敏感，就像是刚刚我就给那位初次见面的阿姨来了个下马威。佳佳，这是你林敏娥，林阿姨。从今往后，我们就要一起生活了。你好啊，小佳，这是阿姨给你买的玩具，你看看你喜不喜欢？不喜欢，我不要。敏娥，对不起，这孩子被我惯坏了，我慢慢跟他沟通。一早爸爸就匆匆出门上班，没过多久，我睡醒后的走进客厅，一眼看到桌上爸爸之前买的零食，随手拿起一包，正准备拆开吃。谁叫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你能吃的吗？怎么不可以吃了？我天天都吃。从今以后，我来了之后，你就不准再吃这些东西了。我再也不想待在这个家里。我凭什么要走？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在家干什么。你不是说这个不能吃吗？你不是说这个不能吃吗？怎么你就可以吃，我就不能吃？你这个自私自利的人，你给我滚出去！这是我的家。本以为我的恶劣态度足以会影响林敏娥对父亲的评估，可是让我惊奇的是，没过多久，林敏娥竟然直接搬了进来。孩子好小，日子长着呢，我好好对他，有了感情就好了。小佳，快去洗手，今天有好吃的。佳佳，坐下，我们和你有话说。那是个礼拜五，我放学回家后就看见了满满一桌的好菜，一句我们刺痛了我早熟的心。原来父亲竟然已经陌生人站在了统一站里，委屈愤怒难堪一股脑的袭来，我的大脑开始飞速的运转。从今往后你得改称呼了，以后林阿姨就是你的妈妈了。小佳，以后要乖乖的听爸爸妈妈的话，我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看来这个后妈她是当定了，电视剧里没有一个后妈是好人，不是虐待孩子就是差别对待。望着父亲附在林敏娥肩膀上的手，彻底刺痛了我，我绝对不会叫她妈妈。我才不要吃后妈做的饭，她会毒死我的！你这个坏女人，你走，你快走！沈佳，你干什么呢？沈佳，你干什么呢？敏娥，对不起，你别生气。沈强，从今往后我就是这孩子的亲妈了。你个大男人下手没轻重，这孩子我来教育。佳佳，从今以后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妈，但是如果你做错事儿了，妈妈一定会管教你的。一天我放学回家，一进房间就发现床头的裙子不见了，那是去世的奶奶给我买一条碎花小裙子，我一直珍藏着，哪怕已很旧了，我也天天放在床头视若珍宝。我翻遍了衣柜、抽屉，甚至垃圾桶，都没找到裙子的踪影。我想和新来的后妈有关系。你是不是拿了我奶奶给我买的裙子？是啊，怎么了？那件衣服太脏了。你这个坏女人，那是我奶奶给我留下的东西，你根本不是真心对我好。你走，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怎么回事？孩子为什么哭成这样？怎么回事？孩子为什么哭成这样？他把奶奶留给我的裙子扔了。爸，你快把他轰出去！你别生气，别误会我，我不是故意的。我根本没扔裙子，那条裙子放了太久，边角有点发霉，还沾了灰尘。我怕直接放在床头对小佳不好，又怕小佳心疼，就悄悄拿去专业干洗店做清洗和养护了。本来打算洗干净熨烫平整再给她一个惊喜，
没想到他提前发现了。爸爸听完这番话，紧绷的脸色慢慢缓和，松了口气，转头安抚了我几句，便转身去了房间。好了，没事了。干洗店，我看着后妈虚伪的样子，我想她肯定是看爸爸对我格外在意，才编造洗衣服的事情。后妈就是在爸爸面前装好人，撒谎骗人。你说在那家洗衣店我去拿？佳佳，你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还我裙子！你这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坏女人！在家要听妈妈的话。这天，爸爸收到通知，要外出工作1个月。佳佳这个月的生活费我已经全额转给你了。孩子上学要买文具本子，零食水果也别缺着，千万别委屈孩子。放心走吧，家里的事儿我会安排好。佳佳，你在家要听阿姨的话，知道吗？你在家要听阿姨的话，知道吗？确认爸爸彻底走远后，后妈邪魅地笑了一下。后妈拿出手机，看到转账金额，眼神冷静地删掉了所有收款记录。我站在后妈身边，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阿姨，那是爸爸给我的生活费，你为什么要删掉记录啊？大人的钱财安排，轮不到你一个小孩子插手过问。你看，我的笔都用不了了。本子正反面都写完了，上课都没法记笔记，我不要玩具也不要零食，就给我一点点钱买最普通的笔和版本就够了。家里没有多余的闲钱，旧的将就用就行，别总张口闭口要钱。爸爸刚刚给你转钱了，你怎么会没钱？就算我有钱，也一分都不会花在你身上。那本来就是我的零花钱，你凭什么霸占着？这笔钱我有很重要的长远打算，你一分都别想拿到。你说你有什么打算？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儿。后妈没有回答我，转头就离开了。佳佳坐那里没事儿，去把衣服洗一下。我没洗过衣服，我洗不好。洗不好就学，女孩子总要学会做这些事儿，不能一直什么都不会。我同学都不用做这些，你怎么就让我做这些事儿？谁天生就会啊？小小年纪就学会顶嘴了，谁教你的？谁天生就会啊？小小年纪就学会顶嘴了，谁教你的？我要打电话给我爸爸。有本事你就打，反正现在手机也停机了，我看你拿什么打电话。我告诉你，以后只有听我话才有好日子过。我爸爸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人？佳佳，你10多岁了，也不想想，除了我，谁还会要一个带娃的单身汉？我不稀罕。我要你这小屁孩稀罕吗？你爸爸稀罕我就可以了。你在我爸前面怎么就装得那么好？我装没装那是我的事儿，你懂什么？反正我爸也快回来了，到时候走着瞧。我还怕你不防。你今天给我把衣服洗了，不然你晚上不要吃饭。这还差不多。你怎么突然提前回来？不是还有半个月吗？我这不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吗？我知道了，路上注意安全。爸爸要回来了，终于有人替我做主了。我默默攥紧衣角，心里想好所有委屈，就等爸爸回家告状。没过多久，门外慢慢传来钥匙开锁声音，我一下子站起来，紧张又期待，眼睛紧紧盯着门口。爸爸，你终于回来了！这段时间，后妈天天让我洗一大堆衣服，从来不给我零食吃，什么活都让我一个人做，她一直欺负我。我知道了，先别哭。我当场愣住，一脸不解、委屈又迷茫。爸爸为什么不帮自己？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刚刚孩子哭成那样，一直瞒着他，他真以为我欺负他，会不会心里留下隔阂？我等下把这个事儿跟小佳说一下，这都是我提前跟你商量好的。我外出打工这段时间，故意让你严格管着他，狠一点对待他。以前太依赖人，只能用这种方式逼他独立懂事，只有瞒着他，才能真正成长。我们都是用心为他好，他不会怪我们。好，好，好，我都听你的。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做饭。好好，这么久没吃你做的饭菜，馋这一口了。佳佳，佳佳，怎么了？再生爸爸的气吗？爸爸，你有了新老婆就不爱我了。怎么会呢？我过来是告诉你一件事的。
其实你阿姨那样对你都是我交代的。不可能，爸爸，是不是那个坏女人叫你这么说的？我去找她。佳佳，你错怪阿姨了，她经常在我面前对你嘘寒问暖，我是想让你变得更加的坚韧。我不喜欢那个女人，你能不能叫她走？宝贝儿，你要相信爸爸，你先和阿姨相处一段时间好不好？不可以，我现在就要叫她走。你这个坏女人，离开我家！你这个坏女人，离开我家！佳佳，你这是怎么了？你说怎么了？我爸不在的时候，你是怎么对我的？现在在这里装无辜了？敏娥，你不要说了。佳佳，我都跟你说了，阿姨之所以会那样对你，都是我说的。爸爸希望你在我不在的时候也要坚强，早日成熟。爸爸，自从这个女人来了以后，你就变了。终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这个女人的真实面目，我不会给她好脸色看的。对不起，敏娥，都怪我。我不怪你，你也是为了孩子好。以后我们就不要像之前那样去锻炼孩子了。对，敏娥，你说有道理，我是太着急了。来，我们一起摘菜。那天之后，我又尝试做了几回腰。这菜的味道太咸了，这么吃得下？你这孩子怎么这样？没事儿，下回我少放点盐。佳佳，新妈妈怎么样啊？不怎么样。哎呀，有了妈妈多好啊！你要和新妈妈好好相处啊。我不懂，为什么大人们只会叫我接受，却从不愿意问我到底想不想要，就像是我的头发一样。不仅如此，我连条像样的新裙子也没有，每天穿着亲戚哥哥的旧衣裤，新的就一定好吗？我只喜欢以前的自己。话语间，我的后妈李敏娥走了出来。徐姐，今天辛苦你跑一趟了，应该的。以后我们小家要留头发了，就不用劳烦你来了。女孩子嘛，就要有个女孩子的样。等咱们的头发留长了，妈妈给你买发卡，扎好看的小辫子，好不好？那感情好。我考过，如果后妈就想用这点小恩小惠让我臣服，那她也属实太瞧不起我了。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伴随着新年的炮鼻声，后妈李敏娥竟然已经来10个月了。不得不说，裙子真的挺好看的。你知道吗？妈妈一拿了奖金就去给你买了裙子。爸爸或许是想说有多爱我，我却不以为然。我不喜欢红色，我不穿。你小时候不是最喜欢红色吗？佳佳，过完年你就12岁了，马上要上初中的孩子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儿？还有，你这称呼是不是要改一改了？过几天亲戚来串门，你连个妈妈都不叫，让不让叔叔阿姨们看笑话？谁爱穿谁穿，谁爱叫谁叫，我就不。沈佳，我看你是皮痒了。你打我吧，打死我吧，反正我妈也不要我了。你有了新老婆，也不想要我了吧？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不知道是委屈还是妒忌。我总觉爸爸只能是我一个人的，直到后妈进了门，也开始给后妈买蛋糕。爸爸还会在后妈生病的时候特意请假，无微不至的照顾她。我的爱被光明正大的分走了，没有一个肯为我说话，他们只会说你要对她尊重，但是她不是我的妈妈，她不是。别哭了，不喜欢穿就不是了，下次带你自己去挑啊。不要你管，我不要你管。敏娥，我也是着急，这孩子他也太倔了。爸爸站在门口，不知是辩解还是在安慰后妈，我没听见。我哭得太累了，倒在床上没多久，竟然睡着了。第二天我醒来后，佳佳，看看爸爸给你买了什么。你妈，你林阿姨回她妈妈家了，过几天再回来。佳佳，之前是爸爸太心急了，没考虑到你的心情。你还是个小孩子，爸爸不该那样去强迫你的。林阿姨不是坏人，她也是真心对你好的，以后你慢慢就会懂了。你永远是爸爸最宝贝的，谁也不能取代你，爸爸给你保证。我知道了。就这样过了1年多，她怀孕了。努力维系的平静因新弟弟的到来发生改变。邻居大嫂拿着一袋东西，正在跟怀孕的后妈闲聊。已经进入青春期的我，渐渐地明白了许多。人的精力本就是有限的，只会用到自己最在乎的地方。本来我就并非李敏娥所出，现在她即将拥有自己的孩子，今后对我的态度估计只会越来越差。几个月后，李敏娥顺利诞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婴。爸爸抱着小弟弟喜上眉梢，所有人的关注点都放到了那个还什么都不懂的孩子身上，而我似乎正在被快速遗忘。从医院回到家里，李敏娥主动要我来抱抱弟弟。看着只会哭的小肉团，我竟然无比的妒忌。自我的母亲离开后，爸爸一直很努力工作，现在已经连着升了好几级，
家里的外债早就还清了，慢慢的也有了积蓄。林敏娥装了1年多的好人，估计也是累了。现在她有了自己的孩子，肯定会拼命为自己的儿子争取福利。那段时间，每天夜里我都会被弟弟的哭声吵醒，听着后妈和爸爸忙前忙后的照顾他，我就更加难以入眠。然而，惧怕的后妈虐待并没有来，而我也顺利的升入了初中。知道今后要在学校吃午餐，林敏娥还给我涨了零花钱。你现在还在长身体，中午在学校别不舍得吃饭，一定记得买个肉菜啊。仔细对比了其他的同学，我发现我手里的伙食费竟然还算多，看来爸爸应该是又涨工资了。在中学里，我得知很多同学也有离异或者再婚的情况。有一天，学校收到台风预警，我们提前离校了。我赶回家，正好赶上后妈和父亲正在吃饭。你怎么回来了？学校下午放假，我就回来了。餐桌上只有昨晚的剩菜，后妈的手里还拿着半个咸鸭蛋，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我早上吃的。难道平日里他们就吃这些吗？我有些错愕。你是不是还没吃啊？我给你点钱，去街口吃碗面吧。不用了，我在学校吃完了。回到屋内，我脑海中又回想起之前同学们的探讨。将心比心，我早已经没了当初对后妈深深的恶意。虽然我还是会控制不住的嫉妒和担忧弟弟的存在，可是我真的不能在心安理得的随意说出那种后妈都不是好东西的理论。莫非我真的踩了狗屎运？时间荏苒，岁月如梭。3年后临近中考的我，面临了两难的抉择。以我的成绩，排名第1的市高绝对是最佳的首选。但是虽说是同市，但是市高离我家将近100里，走读根本不现实，唯有陪读一条路。佳佳，你们老师打电话来说，就你没填报考表了。再说吧。周末的时候，爸爸应该是接到了班主任的电话，主动提了这个事儿。怎么，是怕考不上吗？爸爸平日里并不太了解我的成绩，但是听身边的人讨论，也知道市高的分量。我准备上副高，离家也近。副高的生源大多都是落榜生，跟市高没法比。离家是近，但是你这成绩太可惜了。爸爸满脸的遗憾，又不敢跟我说重话，毕竟此时的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身高都已经比后妈都要高出不少。周一的早上，我正在刷牙，准备等下去填报名表，后妈却忽然冲了过来。你真要去报副高？她有些急了，似乎也是才刚知道这事儿。我有点疑惑，还是点了头。我之前就打听过了，那报考单交了就作数了，就算你最后的成绩很好，也不会让你去上市高的。到底为啥呀？你这不是自己糟蹋自己吗？我讨厌走读，连个陪读的都没有，我怎么去市高啊？真是的，非要逼我说出来。不想和林敏娥继续纠缠下去，我连早饭都没吃就想走，她倒是铁了心，直接拽住了我的书包。林敏娥根本不顾我的反对，直接翻出了那张有父亲签字的报考单，撕了个粉碎。你干嘛？这事儿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不许你擅作主张。这怎么不是我的事儿？你又不是我亲妈，我去哪儿上学不用你管。你以为我不想去好学校念书吗？人家别的人都有妈妈陪读，我有吗？你明明知道我没妈妈，我去不了市高，你为什么还要故意刺激我？你这个坏女人，虚伪死了！你打啊，反正你就是欺负我没妈！我咆哮着，甚至拾起那些撕碎的纸片，一把扬到了林敏娥的脸上。那一刻，我真的好恨，好委屈。看着我这样的举动，林敏娥也呆住了。尤其在我骂了她那句之后，她冲着我就要打，我也堵着气，仰着脸对着林敏娥，她的手举着，抖着，我能看到她眼里的愤怒，夹杂着泪水红了眼眶。可预想中的巴掌始终没有落下来，她只是用尽了全力走出了家门。紧接着外边响了一声，我知道门被她从外边反锁住了。我自嘲的一笑，整个人瘫坐在了凳子上。姐姐，你今天也不上幼儿园吗？她稚嫩的小脸圆滚滚的。老实讲，弟弟很像我爸爸，后妈他们3个待在一起的时候，比我更像是一家人。或许连老天爷都在排斥着我。几个小时后，后妈回来了，爸爸也回来了。我们跟你的老师说了，给你报了市高。我垂着眼，没有回话。刚才我们也联系了几个中介，下午就去市高附近看房子。你安心考试，考上了我就去陪读，你放心念书吧。那俊俊呢？弟弟还那么小。俊俊的事儿，爸爸来管，你就好好考试吧。父亲的脸色很正常，丝毫没有任何责备，唯一的解释就是后妈应该什么都没说。想来真是可笑，我总是自诩大人，以为自己是全家承受了最多的、最委曲求全的那一个，直到此时此刻，我竟然有点羞愧了。其实我想说的是谢谢，可我太爱面子了，残轮的自尊只能支撑我回答出一个字。成功解决了住宿的问题，我的心态极佳，超常发挥，顺利考入市高。因为要陪我，后妈开始给弟弟做思想工作。小孩子嘛，正是需要妈妈的时候，自然难以接受。
他每天都在哭，哭完了又去讨好，想尽一切办法想要留住妈妈。俊俊，妈妈不是跟你在商量。这次李敏娥是铁了心了，任儿子哭哑了嗓子，就是不吐口。就在我内心对弟弟有所亏欠之时，后妈的新决定又让我们的关系陷入谷底。她租下了校门口附近的小摊儿，打算卖煎饼饼子贴补家用。市高是哪儿啊？那可是一个精英社会，成年人世界里有的那些虚荣攀体，这里一点也不会少。一半是各校学习最好的苗子，另一半则是全市的精英之子。要是让同学们知道卖煎饼狗子的人就是我的妈妈，娱乐效果可想而知。我不去你摊子，你也别当着同学的面叫我，求你了，林姨。小没良心的，你好好念书就行。他吐槽了我一句，但是也算是答应了我。第一年我们相安无事，他起早贪黑的工作，而我则一心扑在学习上，偶尔还会听见同学们夸赞他的手艺。沈佳，门口的煎饼果子做的特地道，你吃过没？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当你要在一堆聪明人中撒谎的时候，每一个用词都要仔细斟酌。为了防止被发现，我的家长会都是爸爸来出席的。不知道是学业不太顺心，还是害怕哪天被同学发现，整整1年，我都迟迟无法进入状态。成绩虽然还能看，但是早就失去了当年一骑绝尘的成绩。这种焦虑直接影响了我对后妈的态度。她深夜备料，我说她吵到了我；她休息日做家务，我说她妨碍了我。总之，只要我心情不好，就都是她的错。你这就是压力太大了，别着急，我们都相信你的实力。后妈没当回事儿，换个地方继续手里的活。每到这个时候，我对她的态度就是既好笑又鄙夷。要是我能颁奖，真要给她拿个影后了。爸爸明明不在，她依旧能演好一个兢兢业业的后妈，属实不易。高3那年，我换了个富家女做同桌。我爸说了，我只要不惹事儿就行，反正以后也是要出国的，我读书什么的就是个形式。最开始听他说那些话，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有些事你拼尽了全力，依旧赶不上人家直接来个弯道超车。但是同桌人还不错，对我也很够意思。在看了我的衣食住行后，他开始对我进行各种花式喂头。沈佳，你连一管口红都没有，你是山顶洞人吗？沈佳，这是我爸带回来的巧克力，都给你吧。纵使同桌有点炫富的性质，但是每次他给我东西的时候，我还是心安理得的接受了。沈佳，这周末有没有空？我带你去上海看演唱会啊。可临近第一次摸底考，望着他手里的 VIP 票，我那些拒绝的话真的说的一点力道也没有。犹豫再三，我还是编了个借口，和同桌一起坐上了去上海的高铁。同桌果然够意思，不仅带我看了演唱会，还带我好好玩了一遍。那是我第一次见识上海的灯红酒绿，十里洋场的繁华彻底震撼到了我。可等我回到了家，我却是傻眼了。试卷上本就模棱两可的问题，让没有复习的我彻底慌了。我考的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更糟的是，老师还是说了我没去学校的事。这次我不会向着你了，你要是挨揍了，别跟我哭。撂下一句狠话，父亲急匆匆地赶了回去。李敏娥去进货了，当天并不在。为了躲开他，天还没亮我就出了门。就在等待学校开大门的时候，李敏娥一声嘶吼，把我从学生堆里拉了出来。在我跟她纠缠的过程中，我隐藏了2年半的母女关系都吐了个干净。人群中有看热闹的，还有窃窃私语的。我颜面扫地，瞬间社死。我挣脱开了她的牵制，冲进了学校。第1节课我都没敢去上，而是躲到了天台。沈佳，你果然在这儿。身后响起了同桌的声音，我却根本不敢回头。完了，她本就是天之娇女，之后一定会看不起我。躲着干嘛？就因为被人知道你妈是卖煎饼果子的？她递来一盒牛奶，我却不想接。她不是我妈，是我后妈。我10岁那年嫁过来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别扭什么，反正就是不想让人们把我和卖煎饼果子的大姨联系到一起。那你更应该高兴啊，她对你多上心啊。我爸的小三儿多了去了，要不是我妈的氧气管没拔，估计我也早就有后妈了。我爸天天跟我面前演戏，转头又去花天酒地。沈佳，对你亲的才是亲人，有时候看心比验血还靠谱。听了同学，我心头的那块石头却好像被什么人敲碎了一般。我回到家的时候，后妈难得没有在干活。太多的话我也不想说，你大了，懂得比我都多。小佳，我知道心里怎么想的，但是你记住，真想离开这个家，就凭你自己的本事，努力去考个好学校，将来堂堂正正的留在大城市。晚上我没敢搭话，心虚的要命。那一夜，我罕见的听见了后妈的鼾声，或许她真的累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同桌安心准备出国的事儿，我则努力备考。至于其他人对我的戏谑，在我懒得回应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果然，青春就是无数的噪点汇合成的一场闹剧，总有人上台，总有人下场。我自以为是主角，其实只是个打酱油的角色。炎热的夏至来袭，我也终于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唯一的遗憾是我没有作为在校生光明正当的吃一次后妈的煎饼果子。我才考完第1科，后妈就收了摊儿。不仅如此，她还急匆匆地抛下了我，说要回家处理一点事儿。好在同桌依旧给力，包揽了我的3餐。当我走出考场的时候，并未见到一个等待我的面孔。就在我打算自己回家报喜的时候，却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小佳，你回来见爸爸最后一面吧。小佳，小佳，现在你爸爸走了，以后我会照顾你的，你要好好读书啊。这个林敏娥生怕不知道她是后妻呀，哪有让人走得这么寒酸的？就是，听说连块像样的墓地都没买，直接就从殡仪馆拿了骨灰回家了，就不怕老沈头七回魂骂死他。听说肇事司机买了最高额度的保险，这娘们儿真是赚了，只是可里调研的人各怀鬼胎啊。虽说是窃窃私语，但并不避讳后妈，被林敏娥打发走了，我的眼泪已经干了。那张志愿表上家长一栏再也填不上父亲的名字了。小佳，咱娘俩谈谈。撞你爸的是个做小生意的，保险加上他自己赔付的有130万。你爸是在你高考那天出的事儿，那人不是酒驾，就是疲劳驾驶导致的超速，他人现在也在医院躺着呢。你爸他没遭啥大罪，送过去的时候人就已经休克了，医生说他已经脑死亡了，就是1、2天的事儿。我就想着他一定能行，能挺到你考完，他应该是听见我的话了，真的挺了2天。小佳，你好好的，别辜负你爸。我们的脸上都已泪痕斑驳。办完了爸爸的丧事，我去学校核对分数了，老师给我630，拿着老师推荐的大学名单，我半喜半悲的回了家。纵使有个好成绩，但是助学代管才是我最好的路。不知道林敏娥会不会给我做担保呢？带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深夜我才回了家。你怎么才回来？林敏娥拉过我坐下，看着老师的批注，林敏娥由衷的高兴。分数这么高，太好了，你爸在天上也可以闭眼了。随即一个蓝色的档案袋推到了我面前，这里边是100万，等你大学毕业后才能陆续拿。林姨，我用不了那么多，我只要大学的学费的就行了。胡说什么呢？这些钱是你爸留下来的，就该有你的份儿。不，俊俊也是爸爸的孩子，他还是个男孩，以后要结婚的，还是你拿大头吧。我这老胳膊老腿还能用呢，他娶媳妇的钱我给他赚。小佳，虽然我只是你的林姨，但是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亲女儿，只要你还是我闺女一天，妈就不能委屈了你。他把蓝色的档案袋塞到我的手里，我推都推不动。自此我没了后顾之忧，报考了心仪的名校。离开家后，因为路途遥远，我总是完美的错过后妈的生日。但是自那以后，每一年我都会跟当地的蛋糕店打好招呼，每年的蛋糕都不同款式，但是那张我亲手写的贺卡，年年都是同一行字。在父亲的抚恤金和后妈的支持下，我顺利完成学业，并成功留在了上海。那个曾经让我日夜幻想的城市，转眼间也变成了一座普通的魔都。因为选择了相对紧俏的专业，进入职场后的我日子顺风顺水。小佳，别总忙着工作，是时候也要考虑下个人问题啊。林姨，你还说我呢，我都说了多少次了，让你有空就来上海好好看看你的腰椎，你倒好，就是不来。吐槽完弟弟的早恋问题，又来跟我催婚。9年的时间，后妈早已没了当年风风火火的劲儿。煎饼果子摊位被撤后，她租了个小超市，还雇了一个工人打手。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挺像的，就像是此时的我，明明已经有了恋情，却迟迟不肯同他说。命运真的很神奇，叫我心仪的那个男人，竟然也同当年的父亲一样。他帮我吹着头发，试图询问我的答案。亲爱的，想好什么时候跟你家人说了吗？再等等吧，有空就说。我安慰着他，心里却在思索要如何同后妈开口。现在的我有很多的选择，我却一心只想嫁给一个离异带孩的男人。唉，真想和当年的他取经啊。果不其然，我的恋情遭到了后妈的强烈反对。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她再也不能用武力制服我了。眼见劝不动我，后妈气得直接回了娘家。姐，你看上他啥了？怎么，离异带孩子的就不能嫁了？要是妈当初也是你这想法，哪来的你啊？说的也是，但是我们还是替你可惜啊。那我问你，你那些小女朋友看上你什么了？我哪有女朋友啊，姐，你别乱说。弟弟一边吃着我安排的大餐，一边不解地问我。我用事实依据，完美地反驳了弟弟。小俊，爱情是没有道理的，对谁动心就是命中注定好的。那你就不怕后悔吗？当然怕，但是我更怕错过。不知道是小弟弟的嘴上开了金，还是有些事早已注定。就在我结了婚后，我真的很快陷入了困境。那个曾经让我动心的男人，在婚后并没有父亲的善良体贴，而我的继子杀伤力远比我当年高出100倍。很快，本就失眠的我就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在又一次的争吵中，我想到了离婚。小佳啊，小俊想转艺术生，我也不懂啊。你看你有时间的话，回来一趟呗。正好我接到了后妈的召唤，像是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般，我买了最晚的航班，连夜就回了老家。弟弟的事很快就解决了，我却迟迟不愿意回去。
小佳，是不是和你家那口子生气了？要是真的过不下去了，就好聚好散吧。时代不同了，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是你人生的一步路而已。其实当年不让你嫁，一方面属实是觉得委屈了，另一点还是觉得他差点意思。当年他们都以为我是图你爸的工作，其实不是，我真是看上你爸这个人了。嫁汉不想穿金戴银，只图穿衣吃饭，要看他愿不愿意天冷的时候给你披件衣服，能不能在生病的时候给你煮碗热饭，那才是真理儿啊。后妈开始是疑问，其实口气异常笃定。其实来之前的路上我就动了分手的心思，可是一想到身边的羁绊、舆论的压力，还有多年的感情，我就又迷茫了。原来当年的后妈竟然已经预判了我今日的境遇。后妈的话看似简单，实则说透了婚姻的本质。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提出离婚。可是许是骨子里的骄傲吧，我丈夫并不像和我好聚好散。我都已经离过1次婚了，你现在居然还要离？沈佳，你也太自私了。沈佳，我可以跟你冷静，也可以暂时分居，但是离婚不行。他不是为了挽留，是因着他的面子，就这足以断了我最后的一点回忆。同床共枕的人对簿公堂后，竟然是这副光景。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得知后妈来访。她本是带着弟弟来提前看看学校，却不想得知了我离婚难的事情。没过几天，我竟然接到了婆婆的电话。那个精致了一辈子的上海老太太，努力用着标准的普话，告知我她已经劝服了我先生。沈佳，我已经劝服了我儿子，下午就会去民政局签字离婚。我半信半疑，还是请了假。没想到隔着老远，我真的看到了垂头丧气的丈夫，他的嘴角还有淤青，看起来伤得不轻。沈佳，早知道你有个厉害的后妈，如今真是见到了，我服了。他还说什么，就算我女儿当了你儿子的后妈，那也是他家的亲闺女，容不得我欺负挑剔。仔细一问，才得知竟是我后妈找上了门。不仅完全不听我高傲婆婆的聆训，甚至直接对着我的老公一顿胖揍。丈夫，哦不，应该说是前夫了。他学着后妈的样子，还原了自己挨骂的场景。这位先生，你都是2进宫的人了，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可吸取点教训吧。那天晚上，我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订了包房。妈，这杯酒我敬你。好，我也干了。妈，这里的味道好不好？好。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度过了一个温馨且难忘的夜晚。2020年，我也迎来了我的第2次婚姻。因为时间特殊，我们没有大操大办，可我是最幸福的。10个月后，我生下了我的蜜月宝宝，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宫女。最美的人生不过如此，我发誓要给她全部的爱意。我的母亲也终于开始显露老态，张口闭口都是外孙女如何。姐啊，我的地位又降低了。小孩子的醋你都要吃，那小孩子的裙子你要不要穿啊？妈，你开什么玩笑？这衣服也是10岁小孩能穿吗？妈，你怎么还留着呢？嗨，当年人家不给退，我也不舍得送人，这是买给我自己女儿的东西，留着呗。哭啥？月子里不醒这个的啊，容易作病的。妈。老弟一边哄着我的女儿，妈妈拿来10岁人穿的裙子。老弟一边心酸的抱怨，妈妈开着弟弟的玩笑，并拿出一条红裙子朝着弟弟比过去。弟弟嫌弃的看着那条红裙，一脸的黑人问号，望着那似曾相识的红裙，瞬间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我试探性的看向母亲，她也点了头回应。想起当年自己闹的那一出，我又羞愧了。人啊，果然不要太狂妄，真香定律谁都逃不过。我的眼眶又不自然的红了。怎么啦？就跟小时候一模一样。母亲一脸慈爱，以为我有话要说。那些童年亏欠的呼唤，我要在今后的日子里都补给她。这个平凡又伟大的女人，是父亲留给我最好的礼物。望着验孕棒上的2道杠，我苦恼地皱起了眉。已经是立秋了，可我的心思却因着这个意外显得异常烦躁。老公是肯定听我的。去年我已经贷款帮母亲买了房子，弟弟在上海念书，母亲也留了下来。我和先生也和睦，女儿还健康，这些就足够了。至于一个全新的生命，我真的还没准备好。妈，我怀孕了。你不想要？有点没准备好。我现在跟你不一样，二胎要烦恼的事太多了，我真的平衡不好。胡说，我跟你怎么不一样？从嫁给你爸那天起，我就当你是我的1胎了。我知道你们咋想我，生儿子保地位嘛，母凭子贵嘛。妈，你是在哪儿看的宫斗剧啊？母凭子贵都懂了啊。我没那么多心思，起先我也没想要，觉得总有一天你能跟我亲近。后来我听见你在晚上自己哭，说什么爸爸也被抢走了，妈妈还不要你了，你一个亲人都没有，太孤独了。我真的说过吗？我不记得了。我就想着，
要一个也行，总归是你的亲弟妹。等我和你爸走的那天，也不至于留你一个人。办丧事的时候，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妈，你会长命百岁的，不许说丧气话。我又不是老妖怪，活那么久干什么啊？再说了，人就是那样，走一个来一个。你亲妈走了，我就补上了；你爸不在了，弟弟就补上了。咱们3口之家永远是整整齐齐的。只要一想到当年我自己的那些小心思，我就没有要2胎的勇气。妈妈说起当年的心境，给我舒缓心结。看着妈妈刻意摆出那挤眉弄眼的调子，我忍惧不禁。模糊的记忆袭来，我却还是那个要面子的我，不肯承认。妈妈倒是豁达，可我已经听不进去这种话了。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我是真心盼着她好好的，毕竟我可是要孝顺她一辈子的。妈妈笑说着她自己的人生信条，我却在她微微浑浊的眼中看见了曾经年幼的自己。沈佳，你这个小笨蛋，你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吗？沈佳，我是你亲妈刘素。沈佳，我是你亲妈刘素，给你3天时间，准备300万养老钱，少1分我就去你公司拉横幅，去你家门口大喊大叫，让你的领导和邻居都看看你是个什么不孝的白眼狼。亲生母亲刘素寄来的勒索信被我一把攥紧，纸张在我的掌心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我坐在上海顶级富人区价值过亿的独栋别墅花园里，头顶是意大利定制的遮阳伞，手边是一杯刚泡好的红茶。不远处的恒温桶池边，林敏娥正在逗弄我的2个孩子。小儿子拿着水枪跑来跑去，小女儿在林敏娥怀里咯咯直笑。这是我花了20年拼尽全力才建立起来的堡垒。5分钟前，保姆递给我这个没有寄件人信息的同城快递。我用裁纸刀划开封口，里面掉出来2样东西：一张边缘已经发脆的出生证明，一封手写的信。字迹歪歪扭扭，透着一股急不可耐的贪婪。我看着那张出生证明，上面的生母那一栏写着刘素2个字。那是一个暴雨天，7岁的我抱着他的腿。那是一个暴雨天，7岁的我抱着他的腿，哭得嗓子都哑了。他一脚把我踹开，抢走存光里最后几张皱巴巴的冒票。他提着红色的劣质皮箱，头也不回地上了一个陌生级的泥水，糊了我一脸。他连车窗都没降下来过。20年了，我以为他早就消失在我的生活中，没想到他现在又出现了。我盯着信纸上的那个金额，只要我今天转了，它就会像闻到味道的水蛭，牢牢地吸在我的身上。今天300万，明天就是3000万。他既然能把快递精准地寄到我的私人别墅，说明他已经暗中踩过点儿了。如果我不理他，他下一步一定会去骚扰我妈林敏娥，或者去我弟弟沈俊刚起步的创业公司闹事。他是个贪得无厌的蠢货，以为靠着10月怀胎这4个字就能对我进行道德绑架。以为一张发黄的破纸就能敲碎我现在的阶层壁垒，甚至他可能会偷偷靠近我的孩子，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底线。我深吸一口气，把那张信纸揉成一团，指甲死狠掐进掌心，将信纸重新在桌面上展平。林敏娥听到我这边的动静，转过头：“佳佳，怎么了？佳佳，怎么了？”我迅速把信纸和出生证明反扣在桌面上。没事儿，妈，一份推销广告。您带孩子去洗洗手，准备吃午饭了。我站起身，用身体挡向住他的视线。他太了解我了，他看着我冷硬的没有一丝温度的眼神，他知道只有在遇到极度危险的敌人时，我才会露出这种不怒自威的压迫感。走，宝贝们，跟外婆去洗手。他没有继续追问，立刻转身牵起2个孩子往屋里走。我看着林敏娥的背影，这才是我的母亲，唯一的母亲。我丈夫正坐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前处理案卷，他是上海顶尖律所的高级合伙人。我大步走过去，看看这个什么东西？丈夫停下敲击键盘的手，他拿起那封信，目光快速扫过信纸上的内容，他的眉头瞬间拧成了一个死结，然后说：敲诈勒索，金额300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起步就是10年有期徒刑。佳佳，直接报警吧，这封信足够立案。老公拿起手机准备拨打报警电话，我一巴掌按在手机屏幕上阻止了他。报警？那太便宜他了。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丈夫，把他进去关几年，出来之后他还是个光脚的，到时候他会像疯狗一样反扑，继续恶心我们。丈夫愣住了，丈夫拿着手机的手僵在半空，他看着我，此刻毫无波澜的眼神。丈夫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度的震撼。丈夫原以为我会选择最稳妥的法律途径，但他看到的是一个准备将对手连根拔起、彻底抹杀的审判者。他咽了一口唾沫，语气变得极其郑重。不报警，你想怎么处理？他想要钱，还想利用社会舆论毁了我。
那我就用他最想要的钱和他最害怕的规矩，把他彻底碾死。我马上让调查团队去办。老陈，立刻帮我找一个人，叫刘素，女性，年龄在60、70岁上下，查一下她现在的情况，越快越好。最多半个小时，那我们就会掌握她的情况。别惊动我妈和沈俊。联系安保公司，把我公司、家里还有沈俊公司的安保级别全部提到最高。这是我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家庭壁垒，在这个壁垒面前，刘素那点市井撒泼的手段毫无作用。15分钟后，丈夫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他点开屏幕，目光快速浏览着老陈发来的资料。查到了，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刘素目前暂住在闸北区的一个地下室里，她改嫁后的那个男人3年前死了，留下的200万拆迁款被她这2年去澳门赌博挥霍一空。她现在身患轻度尿毒症，每个月需要高昂的透析费用，外面还欠了地下钱庄70多万的高利贷，债主已经发了江湖追杀令。原来是走投无路了，才想起我这个被他扔掉的女儿。他以为我是他的救命稻草，那我就做压死他的最后一座大山。地下钱庄那边，我可以找人去透个风，告诉他们刘素现在在上海。不急，他既然大费周章的给我寄信，肯定还准备了后手。等他自己跳出来，我要让他在自以为最接近成功的时候，体会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这封信就是送他进地狱的第一把钥匙。我看着那个透明的证物袋，脑海里再次浮现出那个雨天，那个女人决绝的背影。现在的我拥有雄厚的财力，有顶级的法律支持，有绝对拥护我的家人，而他只是一个负债累累、妄图吸血的旧日残党。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降维打击。我站起身，准备离开书房。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弹了出来。别想着报警，明天中午12点见不到钱，我就拿着大喇叭去你公司楼下，让你的领导和同事都看笑话。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短信，没有回复，直接将号码拉进了黑名单。第二天中午12点，刘素准时出现了。你们公司的高管沈家是个丧尽天良的白眼狼！我10月怀胎生下他，他现在穿金戴银，连周围的员工停下脚步，都不给，开始指指点点。我看着屏幕里他那张扭曲的脸，如果我现在下去，正中他的下怀。他要的就是围观，是舆论压力。只要我露面，无论我说什么，都会被贴上欺负老人的标签。我不能给他任何表演的舞台。我按下桌上的对讲机，给法务部。收到，沈总。收到，沈总。你们干什么？你们全部走开，不要碰我！刘素立刻往地上一蹲。你们走开，你们走开！我是你们老板的亲妈！刘素在大厅胡乱挥舞。你们走开，不然我明天就让你们没工作！这位女士，你扰乱我们正常办公秩序，现在请你配合，立即离开。刘素跟工作人员离开大厅，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立即离开。围观的人群也迅速疏散，大厅内恢复了平静。闹剧在1分钟内被强行掐断。我切换监控镜头画面，来到保安室内部。刘素坐在椅子上，他气喘吁吁，眼神里透着慌乱，但很快又扬起头。法务总监老陈推门走进去，他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文件袋。老陈拉开椅子，坐在刘素对面。老陈将一份文件推到刘素面前。沈总这次动了真梗儿，平时遇到纠纷，法务部走个常规程序就行。今天沈总却直接下达了最高级别的封杀指令。刘素女士，我是沈总的私人法务代表。你的行为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刘素死死盯着老陈，少拿法律吓唬我，少拿法律吓唬我！我没上过学，但我知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是我生的，他的钱就是我的钱。这是你过去3年的流水账单，200万拆迁款，你赌场输得一干二净。这是你刘素在钱庄借高利贷的字据，连本带利73万。还有，这是你昨天寄给沈总的勒索信原件复印件。你胡说，这
沈总说了，如果你现在离开上海，永远不再出现，这些东西就当没存在过。如果你再敢靠近沈总半步，这份勒索信会立刻交到相关部门，3年起步，10年封顶。至于高利贷的人，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你现在的地址。刘女士，沈总现在的社会地位和资源，不是你能想象的，你自己还是好自为之吧。请回去吧，刘女士。我靠在老板椅上，看着监控里他离开的背影。事情还没完，贪婪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监控画面显示，刘素走到公司大楼外的马路边，他没有去地铁站，而是绕到了地下车库的出口处。实时监控里，他躲在一根承重柱后面，探出头，死死盯着驶出的每一辆车。几分钟后，我的专属司机开着那辆迈巴赫驶出车库。刘素迅速掏出一个破旧的手机，对着车牌连拍了几张照片。刘素看着手机屏幕，拨通了一个号码。实时监控里，喂，老李头，帮我查个车牌号，看看这车平时停在哪个高档小区。对，我要找林敏娥那个老贱人。沈总，他刚才找黄牛查了您的车牌，他现在正往林老太太住的松江别墅区去。把别墅院子里的监控切到主屏幕，不要拦他，让他到门口。刘素看着3层高的欧式建筑，他的眼睛里冒出贪婪的光。他整理了一下那件旧衣服，大步走到铁门前。他扒着铁门的栏杆往院子里张望。林敏娥正坐在遮阳伞下喝茶，2个孩子在屋里睡午觉。李敏娥，你个老贱人，给我滚出来！给我滚出来！你是谁？我是谁？我是沈家的亲妈。你算个什么东西？霸占我的女儿，还住着我女儿买的大房子。你马上让她给我打钱，不然我天天来这儿闹。开门，这是我的家。林敏娥还是这样，不声不响的就把刘素拿捏得死死的。你这个老泼妇，竟然敢用开水泼我，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不要在我家门口，给我出来！你再敢来这里大呼小叫，下一次泼的就不是茶水了。我女儿叫沈佳，她只有我这一个妈。刘素气急败坏，她四下看了看，弯腰从花坛里捡起一块石头。我砸死你这个老不死的东西！他举起石头就要扔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越野车猛地停在刘素身后。沈俊大步走下车，他一把抓住刘素举着石头的手腕。刘素痛得大叫一声，石头掉在地上。继续骂，我已经开启了云端录像。你又是谁？刘素看着沈俊，他揉着手腕。我是沈家的弟弟，我姐不欠你1分钱。你现在涉嫌非法跟踪、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未遂，我已经报相关部门。谁来了也得讲理，我是沈家的亲妈，我找我女儿要赡养费，这天下谁能把我怎么样？赡养费？你当年遗弃我姐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你现在身背70万高利贷，被高利贷追债，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胡说！滚出上海！再让我看到你靠近我妈和我姐一步，我保证你连地下室都没得住。刘素看着沈俊手里的手机，又看了看面无表情的林敏娥，她咬了咬牙：“你们给我等着，我不拿到钱绝不走！”她转身朝着小区外走去，脚步很快。她既然敢找上门去恶心我妈，那就没有任何余地了。如果今天放过她，明天她就会去幼儿园堵我的孩子。这种吸血鬼，只有彻底打断他的脊梁，他才会知道什么叫痛。老陈，来我办公室，来我办公室。好的，沈总。沈总，预案启动。沈总，您确定一旦启动，他就退路都没有？他不需要退路。联系地下钱矿的那个债主，告诉他们刘素的准确位置，把他当年遗弃我的证据材料直接递交公安机关立案。我要他身败名裂，出上海。明白，我马上去办。帮我订明晚和平饭店顶层包厢，我要亲自见他最后一面。和平饭店顶层包厢，我坐在餐桌的主位上，老陈站在我侧后方。包厢的门被2名安保人员推开，刘素被带了进来。他还是穿着那件没换的旧衣服，刘素脚上的布鞋踩在厚重的手工羊毛地毯上，
他低头看了一眼地毯，他走到餐桌前，伸手摸了一下桌上摆着的银质刀叉。他把刀叉拿起来，在手里掂了掂分量。这玩意儿是纯银的吧？能卖不少钱吧？刘素把刀叉放回原处，拉开椅子，一屁股坐下。他看着我，我就知道你会找我。怎么，想通了？我就知道你会找我。怎么，想通了？不过现在300万不够了。昨天你那个弟弟捏痛了我的手，你那个后妈还拿开水烫我。我要500万，少1分我就去法院告你。我看着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他不是来求生的，他是来吸血的。如果我今天给他500万，他今晚就会去赌桌，明天输光了，他依然会站在我公司楼下。这根本不是一个母亲，这是一个被贪欲彻底蛀空的躯壳。刘素女士，这是当年你遗弃沈家女士记录，居委会及多位邻居的证明。当年沈家女士只有7岁，在暴雨天被你强行推开并遗弃，这已经构成了遗弃罪。吓唬谁呢？20年前的事儿了，谁也管不着。我是他亲妈，这是血缘，法律也管不了血缘。少拿这些废纸糊弄我。500万，拿钱我走人，拿钱我走人。老陈，给他看第2份。刘素女士，这是钱庄黑龙哥的催款单，你欠他们本息合计73万。半小时前，我们的人已经和黑龙哥通了电话，我们向他提供了你目前在闸台区地下室的具体门牌号，并且沈总已经动用商业资源，封死了你在上海所有能借到钱的地下渠道。你干了什么？黑龙哥的人说，今晚12点前见不到钱，就要你1只手和1只脚。现在离12点还有3个小时。他太清楚那些追债人的手段。老陈站在一旁，他从没见过我如此狠辣的手段，直接切断对方所有的生路。佳佳，你不能这么对我！不用。我是你亲妈呀！我10月怀胎生下你，我当年也是走投无路才走的。你救救我，他们真的会砍死我的！你这么有钱，70万对你来说就是买个包的钱啊！你救救我，我给你割头了！看着他现在痛哭流涕的样子，我脑海里没有半点怜悯。20年前那个暴雨天，我抱着他的腿求他别走，他一脚把我踢开。现在角色互换了，我看着刘素趴在地上那字，心里没有任何波动。签字，签了他。签了他，连夜滚出上海。黑龙哥那边的73万，我会让人替你平掉。如果你不签，3个小时后，黑龙哥的人就会敲开你地下室的门。我签。佳佳，协议我签了，你再多给我10万吧。我身体不好，我还要透析。他依然在试图榨取最后一丝利益。我妈叫林敏娥，你算什么东西？刘素趴在地上，用恶毒的眼神看着我，又不能把我怎么样。我转过身，我迈开腿，大步走向包间的大门。老陈跟在我的身后，包间的门在背后重重关上，隔绝了刘素最后的喘息声。第2天，老陈到我的别墅。沈总，在我们人的注视下，昨晚刘素他回地下室拿了几件破衣服，已经正往火车站赶，买了最便宜的绿皮火车硬座，连夜回老家了。我笑了笑，望着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属于我们全家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